朋友们，我们总说良知有多么的强大，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在生活中去运用良知呢？有没有具体的方法？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良知使用说明书呢？其实我想和大家说的是，一旦我们有了这个想用良知的念头，那我们就用不了了。我之前讲了这么多，是不是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指引着大家向内回归？回到哪去呢？回到那个本源，那个还没有显化的地方，就是老子所说的道，就是那个众妙之门。这个过程呢，就叫做致良知。你只管往那个方向去，无所求，无所得。拥有这个发心，是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实修者的前提。这是一个损之又损的过程。当你回去了以后，那个用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，根本不用你操心。但是你一旦要是先开始去想怎么用，那你就回不去了。因为这个想本身就是一个大大的我执。所以我们讲的止和观的练习，不管是让你练习注意力的定守，还是练习观情绪感受、观念头、观呼吸、观身体、观行动，这些都是在通过让你重新的提起专注、提起觉知，来脱离一切头脑构造的虚妄的相。你出来了，进入到那个指定境当中了，你才能继续回归，才能继续的致良知。当你和良知在一起了，或者说你的良知光明了，你才自然而然的能在生活中去运用良知。如果完全都没有任何实修和向内回归的致良知的过程，就妄想和空谈去用良知，那都是妄念。那具体如何致良知，如何向内回归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致良知。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如何在生活中去致良知的4个关键的心法。其实这就是王阳明讲的世上练。世上练练的是什么呢？其实练的就是致良知的过程，它是一个觉醒者的自我修炼过程。好，首先良知的知呢，它可不是头脑里面的念头、道理和认知，它和头脑完全没有关系。更准确地说，它是超越了头脑维度的存在。良知指的是你在当下的觉知，也是知行合一所讲的知。它就像你在开车时突然踩下的那一脚刹车，它是你在情绪爆发前那0.1秒的清醒，它是改变你命运的终极密钥。当你陷落迷失在习气、欲望和执念之中时，是你的觉知按下了0.1秒的暂停键。这就是王阳明说的良知，它代表从没有觉知再回到觉知的这个电光火石的瞬间。你看，它是动态的。所以良知不是认知，而是提起觉知。觉知人人都有，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提起觉知，只是你还没有在此处开悟，不知道怎么去修炼。看看今天的我们都正在经历什么呢？思维的强迫运行，情绪的自动驾驶，关系的条件反射，习惯性的自我攻击。明明知道熬夜伤身，却还是刷手机到凌晨；明明知道喝大酒对身体不好，却还是一次次的喝到吐；发誓要健身减肥，却瘫在沙发上，喝着可乐，吃着零食。情绪上头的时候，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说什么做什么。我们总是在不断重复着一个又一个固定的循环模式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你记住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你从童年开始就被植入的一大堆的人性代码在那儿作祟。即使你能短暂地提起觉知，能在那一瞬间意识到自己的反应，但是也只是昙花一现，然后你马上又会再次被强大的惯性和情绪吞没、支配。一个内在没有真正获得感召、没有开悟、从来没有开始过真正的实修的人，
它固定的自动化反应模式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觉知。没有觉知，那平时大部分的时间就都会活在习气里，活在惯性和情绪里，活在执念，却不能自知。这一辈子也就很快过去了，你也就白来了。所以王阳明才说要致良知，要知行合一。但是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，而是要在生活中去不断的修炼，这是一生的功课。好，下面我通俗点来告诉大家怎么在生活中去事上练，怎么去致良知。有一个4步心法。首先，第1步，你要根据自己的专属反应模式，给自己的情绪，给自己的身体反应装上一个报警器。比如，你意识到你自己的反应模式是容易愤怒、容易激动，那你就去关注自己的心跳、呼吸节奏、说话的音量、语速、说出的语言，甚至你身体微微的颤抖、突突跳着的太阳穴等等。如果你爱焦虑，那你可能是会手心冒汗，会唉声叹气等等。总之呢，去观察一下自己经常会陷入到什么反应模式里，它们就是供你觉察的锚点。你要主动给这些自己的专属信号呢，设置好专属于自己的觉察锚点，以便你对它们的到来随时保持警觉。但是记住，你并不是要对它们做什么，也不是要去评判它们和它们战斗，而是知道在你生命此刻当下它们的发生。这个知道、留意到、意识到、注意到，就是你生命转化开始走向觉醒的第1步。另外，每个人的反应模式都不一样，比如习惯性的自卑、极度焦虑、悲观、担心、恐惧等等。放心，不管是什么，你都能找到与之对应的体现在你身体和行动上的反应信号。所以，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觉察锚点。接下来第2步，按下暂停键。所谓的暂停呢，它不是压抑，而是像禅师观水般静静地看着你的情绪流过。记住这个口诀：我知道我在生气，但是我不急着去生气。这就是佛家讲的止住。当然了，这里的生气可以换作其他任何经常困住你的负面情绪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暂停可并不是你脑袋里边的那些认知和道理按下的，也不是你今天听了我讲的话，然后你记住了我的话，是我让你按的，都不是，并不是因为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，所以才要暂停，并没有这个因为所以。这个暂停键是你的觉知按下的。所谓的暂停，不是让你去强行控制、停下当前你的身体感受、你的头脑思想，还有你具体的言行。你要是朝着这个方向去，那你就变成了忍，变成了对抗，变成了战斗，那你的生活就成了一个修罗场。你不痛苦，谁痛苦？暂停，暂停，就是让你暂时停在你对当下真实发生的觉察里。当你和这个觉察在一起，你就能安静地看着，你就能平静地去感受，感受着它的存在和呈现。比如，当我觉察到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于是我就感受我急促的呼吸，哪怕只有1秒。我觉察到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于是我就感受我加速跳动的心脏，哪怕只有1秒。是的，这就是暂停，哪怕只有1秒，那你就觉醒了1秒。当你开始能享受暂停的妙处，那你生命的每个当下就都可以成为你的觉醒时刻。好，接下来呢是第3步，转化。经过了前面的2步呢，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转化掉藏在情绪背后兴风作浪的执念，也就是你要看透情绪背后的病毒程序。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转念。所谓的转念呢，不是自己给自己讲道理，
去用新的念去压制现在的念，那样就还是在对抗里，还是在二元对立当中。这并非真正的转念。真正的转念是首先要从此刻你的强迫性自动化的思维里出来，先回到觉知处，先通过暂停止住，然后再在觉知下去使用你头脑这个工具，让它产生出一个新的念，产生出一个更高频、更积极、更有能量的念，那它就会引发出相对应的高频的能量震动，这样你的情绪才能完成转化。所以一次完整的转化低频执念的过程，它应该是先要通过觉察锚点，然后按下暂停键，让自己重新回到觉知，此时才能来到你头脑之外的某处，看见藏在你情绪背后的自己低频的执念。你不去到头脑的外边，怎样观察你的头脑呢？对吧？比如你正在担心害怕未来可能的发生，那这就会导致你的焦虑和恐惧。比如你看见了你想要全世界都让着你、顺着你的这个想法，那这就会导致你的愤怒。比如你看见了你自己正在认为你刚才的表现非常糟糕，那这就会导致你此刻的懊恼和低落。比如你又正在和其他人进行比较，那这就会导致你的自卑等等。当你能在觉知的维度持续地关照着这些执念的时候，它们就会开始变弱，直到最后逐渐地消散。而这时的你就可以带着觉知去使用你的头脑，让它产生出一个新的高频的念。此时的头脑呢，才能真正地变成你实修和你生命体验的一个伟大的工具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就来到了四步法的最后一步，那就是把你在觉知下生出的新的念转化成一个新的行动。这个行动呢，可以是继续专注在你当下的学习和工作上，也可以是说出一句有爱、有能量、很高频的话，也可以是一个深深的呼吸，也可以是一个微笑。当然了，也可以是你在暴怒时选择去浇花，在焦虑时选择去整理房间，在自卑时呢选择去帮助别人，在低落时选择去健身房，在烦躁愤怒时选择去看场电影，还可以闭上眼进行一次几分钟的冥想等等。可以是任何的正面而积极的行动，无论是什么，此时的你都是高频的，都是带有觉知的。是的，以上的这四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，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次治良知的过程。你的每一次治良知，其实都是一次你生命的转化，都是你完成了一次人生代码的改写。一个真正的实修者，每天他都会完成数次的治良知，每一次的治良知都会增加1分的定力，都会提升1分的觉知力，都会让你获得一丝精进的欢喜。你的修为也都会因此提升一点，你的业力也会因此转化掉一点。这就是真正的实修之路，这就是一个实修者每天的观自在修行。王阳明总是和他的弟子们讲，人须在世上磨，方能立得住。是的，真正的修行其实并不局限在深山寺院当中，而是我们每个日常生活的当下，就是我们的修行道场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